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一向冷淡的妻子，今天格外热情。她不仅请来她闺蜜一起帮我庆祝生日，而且还精心帮我准备了一个蛋糕。谁知道她竟然在蛋糕里放了兽药。吃完蛋糕后，我不受控制地与妻子闺蜜发生不可描述之事。因为婚前协议，我不仅被要求净身出户，而且还因此被送进监狱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陆哥，今晚自己小心。看到对面发来的这条消息，我只觉得一阵心寒。我刚准备关上手机，紧接着就发来了第二条消息，是妻子发的：老公，今晚我带小婉回来，一起在家给你庆祝生日。这是我和苏柔结婚后的3年来，她第一次提出要给我过生日，而且还带着她的闺蜜唐小婉。要知道，一个女人如果愿意带她的闺蜜跟你认识，那基本就能说明你在这个女人心目中的地位。可是看到这条消息，我不仅高兴不起来，反倒还觉得一股窒息感扑面而来。毕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但是他既然已经决定给我过生日，那我自然也不好推脱。我不禁重重叹了口气。这几年来，他一直对我冷冷淡淡的，但是我始终相信，既然他愿意和我结婚，那么就还是爱我的。所以哪怕他是块石头，我相信也一定能将他捂热。然而事实却证明我想错了。就算我这几年全心全意地对他好，让他辞了工作，给他最大的自由，为他准备各种惊喜，到头来却还是只得到了背叛的结果。我一直等到苏柔带着唐小婉回来，刚一进门，唐小婉就热情地祝我生日快乐。上一世她也吃了生日蛋糕，然后在我俩发生关系之后，她脸上的那种惊恐并不像是演出来的，所以我断定唐小婉对这件事并不知情。我笑着招呼两人坐下，随后就准备去厨房做菜。苏柔却一把将我拦下来：老公，今天你生日，怎么能够让你下厨呢？让我来做吧。这一次我没了上一世的欣喜，反而是明知故问地打趣道：老婆，今天真的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呀！结婚3年，这还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会做饭。而苏柔听到我这话的瞬间，脸上浮过一丝诧异，随即她又恢复了平静。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看着他矫揉造作的样子，我只觉得一阵恶心，也不知道自己以前是中了什么魔咒，才会和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结婚。好，那你做吧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你陪小婉聊天就行。于是我就和小婉在客厅看电视聊天，苏柔则在厨房做菜。我突然注意到，苏柔似乎趁我俩不注意的时候，偷偷拍了照片。电话一阵震动，是我朋友发来的消息。关于找这些资料，他是一把好手。当我拿起手机，果不其然，苏柔最近和一个叫徐凯的人走得很近，而这个徐凯也有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叫唐小婉。我惊恐地抬起头来，看了一眼唐小婉，怪不得苏柔会找她来给我过生日。而在我与唐小婉发生关系之后，也是苏柔极力主张将我告上法庭。虽然我入狱之后，唐小婉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勉强能够猜到，苏柔正是在这一件事上大做文章，光明正大地抢走了她的男友。我在心中暗啐一口，这女人真是心机婊，仅凭一个蛋糕就来了一个一石二鸟。这一世，我必须将唐小婉拉到我的战线上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扭转乾坤的可能。没多久，妻子就做好了饭菜，和上一世一样，她提议我们先吃蛋糕。在我许完愿望之后，
苏柔给我和小婉都挖了一块大大的蛋糕，而她自己就借口最近减肥没吃。老公，快尝尝，这可是我专门给你定制的。不知真相的唐小婉在一旁应和：是啊，柔柔可是花了不少功夫的。苏柔一直死死盯着我，看来我非吃不可了。说着，我将整块蛋糕都吃得干干净净。唐小婉也吃了一大半，苏柔在一旁不经意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见我们两人都吃了蛋糕，随后她就以买酒为借口下楼去了。她前脚刚走，我赶忙就一把拉起不明真相的唐小婉，奔向厕所。陆哥，你干嘛？他猛地一下就将我的手给甩开，但是这时我哪里管得上他，赶忙就自己一个人跑进厕所。我蹲在马桶前，张大嘴巴，用手指刺激喉头，没一会儿就将刚刚的蛋糕吐得干干净净。这时背后却传来唐小婉的责怪：陆哥，你不会以为柔柔在蛋糕里下药吧？你这样对得起她的心意吗？我忍着喉头的苦涩，她就是下药了，而且是兽药。突然听到我这样说，唐小婉的小脸一阵煞白。陆哥，你在瞎说什么呀？不管换作是谁，恐怕都很难在短时间内相信我说的话。毕竟兽药蛋糕这种事情实在是有些炸裂，来不及解释了。你快把刚刚的蛋糕吐出来！唐小婉却一副看神经病的样子，连连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看得我一阵着急。我赶忙一把就将她强行扯进厕所。她还想挣扎，你男朋友和苏柔出轨了？她满脸震惊地看着我，不可能！我就差点跪在地上求他了，求你快点把蛋糕吐出来，我慢慢和你解释。这时候他才半信半疑地准备催吐，可是他从没催吐过，好一会儿都没能吐出来。我赶忙上前将他嘴巴掰开，在我的帮助下，他总算是成功将蛋糕给吐了出来。我赶忙一边收拾厕所里的残局，一边以最简短的话语复述我前世发生的事情，顺便将我朋友发给我的苏柔出轨的照片给他看。听完讲完之后，他脸上的震惊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那陆哥怎么办？我突然将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相信。看着他眼睛里复仇的火焰，我知道我俩都必须做出一些牺牲。我一边牵着唐小婉就往卧室走，一边将自己的外套脱下，随意丢在地上。我将羞怯的唐小婉压在身下，虽然知道这是演戏，但是看着她羞愧的样子，我还是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。陆哥，你帮我脱吧。啊！一时之间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要演也演得像一点吧。陆哥，我信你。为了能够成功报复苏柔，我也得拿出自己的觉悟来。于是我真就开始上手脱唐小婉的衣服。我细细听着门口的动静，就仿佛听见了开门的声音。我顿时就整出极大的动静，而苏柔一边用手机录着像，端着一盆冷水就冲了进来。陆舟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骂完，他一盆冷水朝我泼来。我与唐小婉装作刚从药劲儿中缓过神来，唐小婉一把将我推开，哭着躲到苏柔的身后。柔柔姐，陆哥他趁你走后突然就……他越哭越大声，仿佛真的受了委屈。苏柔手中的手机早已收了起来，她拿着装水的盆子就朝我砸了过来。禽兽不如的东西！她贴心地为一丝不挂的唐小婉披上衣服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今天一定为你讨回公道。看着苏柔那义愤填膺的模样，要不是唐小婉已经知道了她的真面目，只怕早就被他骗了。说着，苏柔就拿出手机准备报警。我赶忙跪下求他：柔柔，对不起，
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会这样。苏柔却狠狠一脚将我给踢开。你也不知道，等警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唐小婉突然将苏柔拉住，柔柔姐，要不我们私下解决吧，我怕动静闹太大了，我很没面子。说完，她擦了一把眼角的泪。然而听到唐小婉想要大事化小，苏柔当即就炸了。小婉，这种人渣就必须送他去吃牢饭才行，不然他以后肯定还会危害社会的。说完，他牵起唐小婉的双手，诚挚地说道：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的。老婆，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，不管要我怎么赔偿你和小婉，我都答应。苏柔却一脸正义凛然：赔？女孩子的清白你拿什么赔？还有，别叫我老婆，我没你这么丢人现眼的老公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没有一丝关系。没多久，警察就赶到了现场。在听了苏柔的详细的描述之后，警察也大致了解了事情的情况，但是出于工作的需要，他们还是向唐小婉询问道：唐小姐，请问陆舟侵犯你了吗？然而唐小婉却一时之间陷入沉默，这可把苏柔急得不行。小婉，你快说呀，就是陆舟侵犯了你。小婉，你快说呀。苏柔将拍摄的视频拿给警察看，他肯定是被吓傻了，这就是陆舟侵犯他的证据。警察同志，快把这个人渣抓起来吧。这时唐小婉才缓缓抬起头来，他眼里闪着无名的火光。陆舟没有侵犯我，我是自愿的。原本已经安安露出胜利笑容的苏柔忽然就变了脸色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唐小婉：小婉，你在说什么呀？陆舟不是趁我不在的时候把你……说着，他就把手机一把抢了过来。他将视频放到唐小婉跟前：你看看，你们都躺在一个床上了，你是不是被吓到了？还是说你害怕这件事会曝光出去，影响你的名声？你放心，我和警察都能够向你保证，一定会尊重你的隐私，我们是不会到处乱说的。眼见着事情并没有按照自己想象中的情况发展，苏柔越说越激动，她甚至恨不得立刻就能够将我关进监狱。可是事情怎么会随她愿呢？哎呀，你真的是要急死我吗？小婉，难道你真的想要看到这种人渣逃过法律的制裁吗？因为太过气愤，苏柔的言语中满是责备的意味。要是正常人，肯定会第一时间在乎自己闺蜜的感受，而不是一味地逼迫对方。苏柔见唐小婉始终保持沉默，她有些慌了，她只能又将矛头重新对准我。她抬手就准备给我一巴掌，却被我一只手就接了下来。苏柔怒目圆睁地瞪着我：你看看，你把我家小婉吓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这个禽兽不如的家伙，你还不快点承认就是你侵犯小婉，说不定法律还会对你网开一面。看着苏柔急不可耐的样子，我觉得又心酸又好笑。心酸的是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将我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一切全部给了他，他不但不领情，如今竟然还想要将我送进监狱。我不知道在他的心里，我到底算个什么东西。好笑的是，他辛辛苦苦准备好的计划就这样被我识破。兽药蛋糕，真亏他能够想出这样阴险的招数来。我带着一脸微笑看向他：苏柔，你怎么能说是我侵犯了小婉呢？我真的是冤枉的呀，冤枉！苏柔冷哼一声，又将视频放到我面前。这个视频都显示你们躺在一张床上了，你个畜生不如的东西，竟然还敢狡辩！说着，他又再次以命令的语气对着警察说道：警察同志，这证据已经很明显了呀，快把他抓起来呀！然而警察却不为所动。苏柔，小婉都说了她是自愿的，
放屁！肯定是你用什么把柄来威胁了他。我双手一摊，装作无辜的样子。这种话怎么能乱说呢？她是你的好闺蜜，她能有什么把柄在我手里？苏柔，你好像很迫不及待地想要我坐牢啊！你是不是忘了我还是法律名义上的老公？难道说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，怕我知道了？苏柔先是脸色一僵，她立马就义正言辞地说道：“你别转移话题，别说是我老公，就算是我爸妈，只要他们敢践踏法律，我也会立马报警的。所以，陆舟，你就别装了，你投案自首吧。”在一旁的警察终于忍不住将苏柔打断：“苏女士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并不具备报案的条件，所以这件事我们就无法受理了。”边说着，两位警察起身就准备走。苏柔这下彻底慌了，她猛地一下窜起身来，她双眼通红，拿手指着我和唐小婉：“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如此。不知道苏柔又要发什么疯，原来你们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早就背着我在背后乱搞了。怪不得唐小婉会说她会说是自己是自愿的。徐凯，你刚刚还说自己是我的老公，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觉得对得起我吗？而且唐小婉还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们两个太不要脸了。”边说着，她就哭了起来。听完她的话，我却只想笑。到底是谁背叛谁在先？她口口声声说唐小婉是她最好的闺蜜，但是她做的全是缺德的事情。她不仅勾搭自己闺蜜的男朋友，而且竟然还想牺牲自己闺蜜的清白来陷害我。她一边哭诉着，然后继续不死心地向身旁的警察求助：“警察同志，你们看看我老公背着我和我闺蜜搞在一起，这难道还不能作为抓捕他的理由吗？”警察一脸为难，这类问题最多只涉及道德败坏，我们并没有因此就抓捕他们的权利。我十分得意地朝着苏柔说道：“听到了没？你还是好好补法律常识吧，你就别耽搁人家的宝贵时间了。”忽然，苏柔脸上闪过一丝阴笑：“小婉，你和我老公搞在一起了，你男朋友徐凯知道吗？”唐小婉一脸严肃地看着他：“你想要该干什么？”眼看对我束手无策，苏柔于是就转移了目标。她想要先击溃苏柔。我想干什么？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的男朋友不应该有知道的权利吗？说着，他就拿着手机发了一条消息。没一会儿，唐小婉的男朋友徐凯就赶了过来。一进门，他就怒气冲冲地朝着唐小婉吼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真是长本事了呀！竟然敢背着我在外面偷吃！”说着，他就走上前来，做出一副要动手的架势。唐小婉站起身来，她似乎一点也不带怕的。面对徐凯的责问，她直接反问道：“我没有带你见过苏柔吧？她怎么会有你的联系方式呢？”好问题。两人不堪的关系一点点浮出水面。两人先是一怔，随后徐凯大手一挥：“你别给我转移话题，现在是我在问你。”看着徐凯一副无赖模样，我都不知道唐小婉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。就算我真的偷吃，有什么关系吗？你问问警察同志，我犯法了吗？一旁的警察也许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今天会看到如此炸裂的场面。所以你是承认你自己偷吃了吗？唐小婉看了看我，坚定地点了点头。她故意一把挽住我的手臂：“陆哥比你好100倍，我有什么不偷吃的理由呢？而且我们也是两情相悦，是吧，陆哥？”我点了点头。唐小婉的一通操作将俩人气得不轻。好好好，既然你们都承认了，那陆舟，我们就离婚吧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写过有份婚前协议，
要是谁婚内出轨的话，就必须净身出户。我点了点头，确实有这样一个协议，不过好像是你出轨在先吧？徐凯和苏柔两人下意识地对了一个眼神，随即他愤怒地说道：“陆舟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和谁出轨了？你不要在这里污蔑我！”一旁的徐凯插话道：“你作为一个男人，既然做了错事，那么就自己承担后果，不要想着污蔑别人。你老婆一看就不是那种人。”我眯眼看向徐凯，随即打趣道：“怎么？你是和他深入交流过吗？你似乎比我还了解他，还是说你就是他的出轨对象？你在瞎胡说什么？”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。苏柔一脸不耐烦：“好了，陆舟，我不想再继续和你胡扯了。我们现在就把离婚协议书签了。我一刻也不想和你这种人在一起。”我也是这样想的，不过在签之前，我有一样东西想给你看看。什么东西？苏柔满脸疑惑。一张照片而已。苏柔却突然笑出声来。照片？陆舟，你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你竟然想着拿我们在一起的照片让我回心转意吗？我告诉你，绝对不可能。不管你拿什么照片，今天这婚必须离。我摇了摇头。你还这是自恋啊？谁要挽回你了？只是给你准备的一个惊喜而已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惊喜？在众人的目光下，我直接掏出我让朋友帮我调查的苏柔和徐凯的亲密照片。刚刚在嚣张跋扈、站在道德顶点的两人，现在却沉默了。我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这两个人是谁呀？”苏柔当即脸色一沉：“陆舟，你跟踪我？”我淡淡一笑：“我可没有这个癖好，只是恰好被我朋友看见罢了。”正在说话间，唐小婉忽然走上前去，一巴掌就摔在徐凯和苏柔脸上。“你们背着我做出这件事就合适了吗？”两人捂着发烫的脸颊，自知理亏的二人硬是没敢反驳。苏柔索性破罐子破摔道：“怎么样？我就是看不惯你，所以偷偷加了你男朋友的联系方式。没想到我一勾引他就上钩了。你知道你男朋友在我面前是怎么说你的吗？说你没有一点魅力，在床上就像条死鱼一样。他早就想要和你分手了。”苏柔的一通输出让唐小婉忍不住红了眼。我一把将唐小婉拉回至自己的身后，我居高临下地看着苏柔：“你这个贱人，没有资格说他。”苏柔带着几分调侃，贱兮兮地说道：“本来还想着能够在你身上再捞一把，没想到被你发现我们的秘密了。但是就算是离婚，我也能分得一半的家产吧？”苏柔根本就没有工作，这些年一直都是我养着他，就算分了一半，他也是大赚。说完，他望向一旁早已傻眼的警察：“警察同志，辛苦你们了，现在没什么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警察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开门就准备离开，我却突然将他们叫住：“麻烦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完。我举报苏柔女士在我们的食物中下毒，严重危害到我们的生命安全。”下毒？警察不可置信地回过头来，然而苏柔似乎已经忘了那个被他下了兽药的蛋糕。他缓过神来，猛地就朝着蛋糕冲去，想要消灭证据，但是我早就防着了他。我赶忙一把就将他死死拉住：“警察同志，那个蛋糕被他动过手脚，他就是在蛋糕里面下的毒。”听闻此言，警察同志也是立刻就将蛋糕作为重要证据保存了起来。苏柔在我手中疯狂挣扎着，但是好歹我也是个男人，怎么可能让他轻易逃脱？为了报复替他，我使出吃奶的劲儿，将他的骨头捏得咔咔作响。他因为吃痛，瞬间就跌坐到地上。他赶忙就向警察求助，
警察同志，快帮帮我！”我这才放过了他。警察同志看着我们4人说道：“那请你们配合我们到局里接受调查。接受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”而徐凯眼看情况不对，就想要开溜。警察同志，下药的人不是我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就不用去了吧。说着，他就准备溜之大吉。结果还没有等警察开口，苏柔率先就将他抱了出来，就是他指使我做的。一听这话，徐凯瞬间急眼：“放你妈的屁！”说着，他就情绪激动地朝着苏柔扑了过去。明明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计划的。别看徐凯是个男人，但是他一点上风没占到。等警察将2人控制下来后，只见徐凯已经被苏柔抓破了脸。见此状况，唐小婉一下就笑了出来：“徐凯，你不是喜欢偷吃吧？没想到外面的野猫还会抓人吧？你们就等着在牢里面被关个10年8年吧。”徐凯却是一脸的不服气：“不就是下个兽药而已，怎么可能会判这么久？最多就是被口头教育一下罢了。”刚刚还说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徐凯，结果下一秒就自己把自己暴露了。虽然确实不知道2人会因为在蛋糕里下兽药这件事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，但是仅仅只是受到口头教育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虽然我也希望这2人都能够得到严惩，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法律说了算。然而到警局之后，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100倍。什么？禁药？是的，这种药很早之前就严厉禁止出售和使用了。我和唐小婉怎么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这么严重。然而苏柔和徐凯在听完之后，更是觉得天都塌了。2人颤颤巍巍地向一旁的老警察问道：“如果真要判刑的话，大概……” 2人都不敢往下说。老警察直接就说道：“5年有期徒刑起步，而且你们还涉及威胁别人的人身安全，所以会更久一些。”一瞬间，2人的脸色难看至极。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自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蛋糕，就要把自己5年多的时光给搭了进去。苏柔欲哭无泪，她赶忙继续问道：“有没有什么能够减轻一些处罚？”老警察看了看我和唐小婉：“当然，要是这2位不追究你们在这方的责任，可以适当减免。”这话无疑是给了苏柔和徐凯一根救命稻草。2人齐刷刷地望向我们。苏柔率先开口道：“老公，你看能不能？”还没等他说完，我当即就将他打断：“不可能！还有，我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，我们就已经不是夫妻关系了，还请你自重，法律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。陆舟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？你还是不是人？都到了这个时候。”苏柔竟然还想着要道德绑架我，可是我又怎么会吃这套呢？我是不是人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别想逃脱处罚。眼看我不愿意松口，他又不要脸地叫住唐小婉：“小婉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抢你男朋友的。”唐小婉却莞尔一笑：“苏柔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快看透徐凯这个人渣，说不定到现在我还被他蒙在鼓里。”虽然唐小婉在笑，但是我看见了他眼睛里的愤怒。苏柔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，都是重要的人，但是正是这个重要的人背叛，伤害了我们，所以我俩都绝对不可能原谅他。尽管此刻苏柔的眼睛里已经流出悔恨的泪水，但是我和小婉2人内心都毫无波澜。说到底，造成如今的局面都是他咎由自取。5年啊，要是真判我5年，你们让我出来还怎么活？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喽。说着我就站起身来：“小婉，我们走吧，
我们还要去医院检查身体呢。要是我们身体出了大问题，那就怕不是5年这么简单了。最后句话是说给苏柔和徐凯听的。眼看我们要走，苏柔扑通一下就跪了下来。陆周，小婉，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求求你就放过我这一次吧。都怪我一时鬼迷心窍。我和小婉对视一眼，我们都看出彼此心中所想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肯定都是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。说完，我们就一起离开了警局。到医院检查之后，医生开了些药，让我们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1个月后，法院开庭，苏柔和徐凯因为购买并且对人使用违禁药物，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当法锤落下的那刻，苏柔和徐凯在法庭上流下了后悔的泪水。虽然说是经历了一场不小的风波，但是我也算是因祸得福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和唐小婉只见暗生情愫。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发现我俩十分合得来，于是在见过家长之后，我们就准备今年年底结婚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